采用中国自主研发技术的印尼雅万高铁是如何打了西方人的脸？中国为何能胜过日本赢得竞标？中国的技术又有哪些优势？根据中新网报道，近日随着首块无闸轨道板在2号特大桥的成功铺设，印尼雅万高铁工程建设开始进入无闸轨道铺设阶段。由于采用了中国自主研发的技术，整个施工高效率将会大大提升。预计雅万高铁在2022年内就能通车了，而此消息一出，无疑是把西方人的脸都给抽肿了。就在2021年早些时候，英国环保机构中外对话组织撰文称，由于中国企业在雅万高铁的建设上规划不善，造成当地严重的水土流失，甚至引发了洪水。于是当地集体抗议中国企业建造雅万高铁，原定于2022年通车的目标难以达成。而印度政府可能会进行重新评估，并把工程转让给日本企业。结果最新消息证实，英国机构造谣的那些事儿压根就没发生。同时，雅万高铁的工程进度也一点儿没耽误。而西方之所以执着地认为只有日本人才能修建雅万高铁，也是因为中日曾在该项目上有过激烈的竞争。作为万岛之国，印度尼西亚是世界上最大的群岛国家，境内有14000多个岛屿，基本上只能依靠水运和少许的公路来运输资源。而首都雅加达的经济非常繁荣，是世界第2大都市圈，整个城市面积约为740平方公里，人口约为1027万人。作为一个面积只有中国首都北京1/8，人口数量却是北京1/2的地区，可以想象雅加达有多拥挤。印尼全国铁路总长6458千米，但基本上80%都在瓜洼岛，极端的密集导致根本不利于国家的经济发展。而修建雅万高铁的目的就是打破这种极端，将雅加达的经济发展辐射到全国。对此，印尼政府对修建雅万高铁非常重视。很早以前，印尼便开始了向全世界的大范围招标高铁项目，而竞标最为激烈的2个国家就是中国与日本。日本从2008年开始就对印尼的雅万铁路项目进行公关和筹划，并在印尼日本友谊节上特意为印尼展示了日本新干线的技术和产品。可以说，日本对此是志在必得，因为日本的高铁技术很早就开始了发展。1964年，日本高速铁路新干线就诞生了。经过50多年的不断发展和积累，日本在高速铁路领域的技术十分先进。当时的日本信心满满地为印尼制定了一条从雅加达到泗水期间穿过万隆等多个城市的高速铁路，计划建设速度达到300千米每小时，铁路总长度730千米，但印尼却认为造价过于昂贵，该项目便一再拖延，直到2015年中国正式登场，然后就开始了中日关于雅万铁路的激烈竞争。2015年3月，印尼总统佐科与中国签署了中印尼雅加达万隆高速铁路合作谅解备忘录。同年4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印尼，签署了关于开展雅加达万隆高速铁路项目的框架安排。在此期间，日本代表多次前往印尼，就雅万铁路修改建设方案，并妥协答应降低施工预算和缩短施工工期，并且外加附加项目。可以说，日本已经妥协地拿出了最大的诚意，但印尼却说还要酌情考虑。也确实，目前中日2国都在争这个项目，印尼自然要利益最大化，权衡好利弊。随后，印尼发生了一件大事儿，直接影响了项目的归属问题。印尼总统宣布重组内阁，而原先负责雅万铁路项目的部长被撤职。日本从2008年开始的多年公关手段彻底打了水漂。对此，印尼提出最后要求，希望这个项目是通过企业对企业的商业合作模式，2国企业共同承担风险，政府不提供担保，也就是说，印尼政府不出资项目，完全由2国公司自负盈亏。对此，日本忍无可忍，日本已经将价格一压再压，最后接受不了此要求，宣布退出。最后，中国成功地拿到了印尼雅万高铁项目。而在中国的规划中，雅万高速铁路是一条连接大雅加达都市区和西爪哇省的高速铁路，也是东南亚的首条高速铁路。雅万高速铁路西起雅加达的哈利姆站，东至万隆的德卡鲁尔站，共设置了4座车站，正线长142.3千米，设计时速为350千米每小时，运行速度为300千米每小时。值得注意的是，雅万铁路全线有无闸轨道83.5公里，
采用的是中国自主研发的 CRTS3 型板式无闸轨道系统，这也是中国首次在海外项目中使用该自主知识产权技术。无闸轨道是指采用混凝土、沥青混合料等整体基础取代散砾碎石道床的轨道结构，又称作无闸轨道，是当今世界先进的轨道技术。无闸轨道与有闸轨道相比，无闸轨道避免了道闸飞溅，平顺性好，稳定性好，使用寿命长，耐久性好，维修工作少。而 CRTS3 型板式无闸轨道系统是中国高速铁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成果之一。这种无闸轨道系统采用单元式复合结构，受力体系合理，结构稳定，并以自密石混凝土作为填充材料，无闸道床主体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底座与复合板间设有隔离层，可减少层间离缝，耐用性较好。铁路轨道结构因气候环境不同，很容易造成细微的形变，而就是这种细微的形变，很可能导致高铁在运行过程中发生意外。而中国自主研发的新型无闸轨道系统的轨道结构，可以很好地适应温暖、寒冷和严寒地区等多种不同的气候条件，具有良好的环境适应性。同时，在设计理论、结构设计、工程材料、建造技术等方面，都进行了系统创新。例如，在轨道板混凝土性能上的提升技术，轨道板与自密式混凝土层的粘结性能直接影响轨道结构的服役状态。为提高界面粘结性能，中国技术课题组提出功能化胶凝材料的技术途径，提高了轨道板混凝土的浇筑效率，拉铆厚板底粗骨料外露，基底密实，外观质量良好。这种新型的无闸轨道系统有力地提高了中国高速铁路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也为中国高铁走出去的战略目标带来了强大动力。根据无闸轨道铺设工程负责人介绍，轨道铺设施工方已经成立了无闸轨道铺板工作小组，从技术方案、物资保障、劳动力供应等方面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工作，并在线下进行了多次接板试验，使各个工序施工、设备、仪器、人员紧密衔接，保证无闸轨道铺设顺利进行。对中国来说，雅万高铁成功地推动了中国技术走向世界，扩大了中国技术在世界的影响力。雅万高铁是向全球宣传中国高铁品牌，促进中国铁路，尤其是高铁动车走向世界的示范性项目。未来，中国高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也将大大加强。如今，雅万高铁项目已经接近尾声，即将在2022年建成通车。印尼雅加达到万隆的出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个小时缩短至40分钟，印尼的经济发展将得到显著的提升。所以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印尼当初选择中国来帮忙修高铁，可以说是赌对了。至于西方怎么泼脏水，在事实面前也只会越来越经不起推敲。